197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宇航员尤金·塞尔南弯下腰，在月球的浮尘里用手指慢慢刻下了女儿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他站起身，拍了拍手套上的灰，转身爬上登月舱的扶梯。舱门关上的那一刻，月球重新陷入了绝对的寂静。那是人类最后一次把脚印留在那片土地上。从那天算起到今天，整整过去了52年。你可能会觉得这52年里，人类的目光早就挪到了别处。可仔细一想，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半个世纪，人类的探测器飞到了火星，飞到了木星，旅行者1号甚至已经冲出了太阳系。国际空间站在近地轨道上绕着地球转了几万圈。就连推力比当年土星5号还猛的火箭，人类也早就造出来了。可月球呢，它就挂在38万公里外。晴朗的夜晚抬头就能看见，可52年里没有一个人再踏上去过。这不是造不出飞船，这是压根没打算去。那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份沉默被打破了？4名宇航员即将坐进一艘名叫猎户座的飞船，等待发射，目的地指向月球。但你可能没想到，这4个人这一次根本不打算登陆，他们的任务只是绕着月球飞一圈，然后返航，绕一圈就回来。图什么？这趟看似简单的任务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算盘？月球南极那场谁也没细讲过的资源争夺战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次发射里又有哪些你完全想不到的细节？今天咱们一条一条捋清楚。先说最基础的问题，阿尔忒弥斯2号到底是个什么任务？整套飞行阵容其实很简单， SLS 火箭负责把飞船硬生生推出大气层，猎户座飞船负责装人飞过去再飞回来。4名宇航员全程大约10天，任务目标一句话就能说完：绕月飞行，不登陆，返回地球，就这么简单。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趟观光航班吗？还真不是。这条飞行路线里面藏着一套救过人命的设计逻辑。咱们慢慢讲。这条航线有个专门的名字，叫自由返回轨道。换个你能想象的画面来理解它，想象你把一个回旋镖甩向远处的一堵墙，回旋镖借着惯性和角度自己就飞了回来。你站在原地，不用再做任何操作，只管接住就行。自由返回轨道走的就是这个原理。飞船飞向月球，借着月球的引力把自己的航向轻轻掰弯，整条轨道的设计本身就会把飞船带回地球，不需要额外点火。这条设计最要命的价值在哪儿？在于救命。万一飞船飞到月球附近，发动机突然罢工，只要走的是这条轨道，飞船靠着轨道力学照样能飞回地球，宇航员不至于被困死在深空里。这不是纸上谈兵。1970年，阿波罗13号在飞往月球的路上，氧气罐爆炸，情况一度万分凶险。任务控制中心当时做的决定就是让飞船切回自由返回轨道，放弃登月，借月球引力把3名宇航员安全地拽回了地球，救他们一命的正是这条路线。那既然技术都验证过了，为什么不干脆直接登月，非要先绕一圈热热身？你想想，猎户座飞船的各项系统此前只在阿尔忒弥斯1号的无人飞行里测试过，但没有人在里面和有人在里面完全是两回事。4个大活人坐进去，系统到底扛不扛得住？只有真飞一趟才有答案。从生命维持系统到紧急预案，模拟器里演练过无数遍，可模拟器里没有真实的体温，没有真实的汗水，更没有真实失重环境下身体产生的应激反应，这些只有真飞出去才能暴露出来。10天的行程里，宇航员可不是干坐着等时间流走，他们要按计划手动操控飞船，测试各项系统的反应速度。
完成一系列科学实验，定时向地面回报状态。飞船内部还有一套废水循环系统，把宇航员的排泄物过滤、净化，重新变成能喝的水。这套系统这次也要经受真实使用的考验，因为将来长期登月，它必须靠得住。同时，飞船还要采集宇航员穿越深空时真实承受的辐射数据。这份数据将成为未来登月任务制定医学标准的基础。没有它，谁也没法判断宇航员在月面究竟能安全停留多久。还有一件更难量化的事，就是验证在距离地球最远约40万公里的深空里，人的身体和心理到底能不能长时间撑住。这些问题只能靠真人在真实的深空环境里飞一趟才有答案。但你可能不知道，这趟任务能不能顺利出发。前不久还真悬过一阵子。2022年，阿尔忒弥斯1号完成了无人绕月飞行。表面上看一切顺利，可返回之后，工程师们翻出一个让人皱眉的数据：猎户座飞船的隔热罩某些区域的烧蚀速度比模型预测的快了整整 74%。 74%，这不是误差，这是理论和现实之间一道明晃晃的裂缝。隔热罩是干什么的？飞船从深空返回时，要以超过每小时4万公里的速度冲进大气层，表面温度能飙到2700摄氏度以上。隔热罩是宇航员和这团高温之间唯一的屏障，它烧得比预想的快，意味着你对它能撑多久的判断出了偏差。这事不能含糊，必须查清楚。 NASA 前后花了将近18个月反复排查，最终锁定原因：飞船返回时的姿态导致热流分布和当初建模时的假设存在偏差。方案随后做了调整，但深空高速返回的热环境实在太复杂，没有任何人敢保证模型100%精准。当4名宇航员踏进舱门的那一刻，他们心里其实清楚这件事，他们选择相信工程师的判断，然后关上了舱门。这趟飞行坐进去的究竟是什么人？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组你大概率没留意过的数字。从1961年到1972年，阿波罗计划落幕，参与过绕月或登月的宇航员加在一起，一共17人。你猜猜这17个人有什么共同点？清一色白人男性，清一色美国人，一个例外都没有。17次机会，一次都没被打破过。这不是哪一个人的私心，而是当年整套选拔体系注定的结果。那个年代，宇航员几乎全部从军事飞行员里挑选，而军事飞行员的队伍里，女性和少数族裔本就少得可怜。从选拔的第一道门开始，结局就已经写死了。这个格局维持了整整55年，纹丝不动。然后阿尔忒弥斯2号的名单公布了，4人之中，指令长瑞德·怀斯曼是白人男性，没什么特别，但另外3个人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段从未发生过的历史。先说维克多·格洛夫，飞行员，非裔美国人，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飞向月球轨道的黑人宇航员。55年17次机会，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这一次是第一次。再看克里斯蒂娜·科赫，任务专家，女性，她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飞向月球轨道的女性宇航员。她自己名下还有一项记录，女性单次太空连续驻留时长最长328天，至今无人打破。但飞出地球轨道进入深空，对她来说这也是第一次。最后是杰里米·汉森，任务专家，加拿大人，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飞出地球轨道的非美国宇航员。在这之前，进入深空一直是美国宇航员的专属特权，汉森是第一个例外。但你可能想不到，汉森能坐上这艘飞船背后是一笔交易。加拿大向阿尔忒弥斯计划提供了新一代机械臂技术， NASA 用一个宇航员席位
作为交换条件。这个位置不是汉森竞选来的，是加拿大用技术换来的。宇航员席位是稀缺资源，尖端技术同样是稀缺资源，各方拿出自己手里最值钱的东西，谈成一笔交易。这就是国际航天合作最真实的运作逻辑，听着挺直白，细想却完全合理。55年17次机会，格局从没变过。阿尔忒弥斯2号一口气打破了3个，这些数字摆在这里，不需要再多加一句评价。3项历史性的第一次，背后是52年积攒下来的历史缺口。那这52年里，人类的航天技术到底往前走了多远？答案有点出乎意料，进步是真实存在的，但有几处退步你可能真没料到。先说火箭，当年阿波罗计划用的是土星5号，1967年研发完成，最大推力约3400吨，是那个年代人类造出过最强的运载火箭，放到今天的排行榜上依然位居顶尖。阿尔忒弥斯2号用的是 SLS 太空发射系统，研发周期超过10年，一型的最大推力约3900吨，比土星5号稍强一点。你注意到没有？52年过去了，花了10几年造出来的新火箭，比52年前的土星5号强了大概15%。更让人算不明白的是成本，土星5号每次发射的成本换算成今天的币值，大约12亿美元。SLS 每次发射成本约40亿美元，推力强了15%，成本却贵了3倍多。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还有一个对比更让人感慨，土星5号从1961年肯尼迪宣布登月目标，到1967年首次试射，再到1969年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前后只用了8年。而 SLS 从立项到首次发射花了超过12年，而且前面还有星座计划替它铺过部分技术基础。这个速度差很难单纯用技术难度来解释。再看飞船，猎户座和当年的阿波罗指令舱比，确实有几处实打实的进步。内部空间，猎户座约9立方米，阿波罗指令舱约6立方米，宽敞了不少。计算机方面，阿波罗地导航计算机运算速度约 0.043兆赫，猎户座的飞控计算机比它快了几百万倍，已经不在同一个物种层面。通信方面，阿波罗时代传回地球的是模糊的黑白画面，猎户座支持高清视频通话，宇航员和家人视频聊天都不成问题。猎户座还多了一个阿波罗时代没有的设计，发射逃逸系统。一旦火箭在发射台上或者升空初期出现严重故障，飞船顶端的逃逸塔能在1秒之内以极高的加速度把整艘飞船拽离危险区域，带到安全高度，再打开降落伞落地。阿波罗也有类似装置，但猎户座这一版响应速度和可靠性都有大幅提升，这是50年材料和工程进步最直接的体现。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在材料和导航上，猎户座的隔热罩材料的热防护能力远超阿波罗时代，这是材料科学这半个世纪最实在的成果之一。导航方面，阿波罗高度依赖地面追踪和人工修正，猎户座能做到自主光学导航，精度和可靠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可要说退步，有2件事值得聊聊。第一是发射频率，阿波罗计划高峰期每年发射好几次，整个计划6年间执行了11次载人任务，节奏极快。阿尔忒弥斯计划每次发射间隔至少1年以上。阿波罗是冷战高压下的极限动员，钱和政治意志都不是问题。阿尔忒弥斯是常规年度预算，一点点往前推，2套完全不同的运转逻辑。第二件事是一个让很多人觉得费解的矛盾。马斯克公开场合不止1次批评 SLS， 说它效率低下，每发射1次就报废1枚火箭，纯粹在烧钱。
SpaceX 自己的新火箭成本更低，性能更强，还能回收复用。这些话不全是场面话，从纯技术效率的角度看，确实站得住脚。但你知道阿尔忒弥斯3号登月任务怎么安排的吗？ SLS 负责把猎户座飞船和宇航员送到月球轨道，然后 SpaceX 的星舰在轨道上等着，把宇航员从猎户座接过去，送到月面，完事再送回猎户座，猎户座最后飞回地球。也就是说 NASA 既要用自己的 SLS， 又离不开马斯克的星舰，两者缺一个都不行。那为什么不干脆放弃 SLS， 全用 SpaceX？ 因为 SLS 不只是一枚火箭，它背后是几十年积累的供应链，是分布在全美10几个州的承包商网络，是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很多国会选区的核心利益。SLS 还在飞，这些利益就还在，放弃它，在政治上根本通不过。而且 NASA 选择 SpaceX 来做月面着陆器，这件事本身也引发过不小的风波。当时参与竞标的一共3家 SpaceX、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还有达因提克斯。NASA 最终只批了够支持一家的预算，选定了 SpaceX。蓝色起源当场提出抗议，把 NASA 一路告到了美国政府问责局，官司打了好几个月，最终蓝色起源败诉，决定维持原判。你看，就算在美国内部，这场月球争夺战也远没有表面上那么风平浪静。NASA、SpaceX、蓝色起源、波音、洛克希德这些机构之间的竞争与纠葛，早就成了今天航天圈里最复杂的一道关系题。这是航天工业和政治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的那道摩擦。52年前有，今天依然有，往后大概率还会一直有。关于这趟飞行有一个威胁，很多人都低估了，不是飞船故障，也不是导航误差，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任何工程手段至今都没有完美解法的东西。你大概知道太空里没有空气，但你有没有想过，太空里还有另一样看不见的东西，比真空更危险，而且完全无处可躲。地球外面有一层大气层，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大气层之外还有另一道护盾，这道护盾更重要，却更少被人提起，它叫地球磁层。地球本质上是一块巨大的磁铁，产生的磁场向外延伸，形成一个包裹着地球的巨大气泡。太阳不断向外抛出高能粒子流，也就是太阳风，绝大多数会被这个气泡偏转掉，绕着地球飞走，而不是直接砸向地面。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在这个气泡的庇护之下，国际空间站飞行在约400公里高度，也还在磁层的保护范围里。宇航员在里面受到的辐射比地面的人多，但还在可接受范围，长期驻留没有明显健康问题。可一旦飞出这层护盾，进入真正的深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飞向月球的路上，阿尔忒弥斯2号首先要穿越范艾伦辐射带，这是地球外围2圈环状的高能粒子聚集区，内带从距地面约1000公里开始延伸，外带外边界在约6万公里处。这2层区域里充斥着被地球磁场俘获的高能质子和电子，能量极高，穿透力极强，把它想象成裹在地球外面的2层辐射风暴圈，任何飞往月球的飞船都得硬闯过去。穿越过程大约需要数小时，宇航员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的辐射剂量远高于国际空间站里的日常水平。穿过辐射带之后，还有另外2种深空威胁。第一种叫太阳粒子事件，太阳耀斑或者日冕物质抛射发生时，大量高能质子会在数小时内涌向太空，这是急性威胁，短时间内剂量能非常高，相当于一场突发的辐射风暴迎面砸来。好消息是，这类事件可以提前预测，猎户座飞船内部设有辐射避难舱，发生险情时，
宇航员可以转移进去，靠飞船结构本身提供额外屏蔽。第二种叫银河宇宙射线，麻烦得多，它来自太阳系之外，是超新星爆炸等极端天文事件产生的高能粒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越宇宙，方向完全不规律，几乎无法屏蔽，你没法预测它什么时候来，也没有任何材料能完全挡住它。它就这么持续穿透飞船，穿透宇航员的身体，日积月累。这到底有多危险？给你个数字，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执行6个月任务，平均累计辐射剂量约80毫西弗。阿尔忒弥斯2号飞行约10天，预计宇航员累积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5毫西弗之间，看着不多，给你个参照。一次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大约是7毫西弗，也就是说，这10天升空飞行的剂量大致相当于一次 CT 检查。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真实的宇航员在真实的升空飞行中采集辐射暴露数据。在这之前，升空辐射的数据全靠模型估算，没有实测依据。这批数据一旦积累起来，将直接影响未来登月和火星任务的规划。猎户座目前的应对手段是辐射避难舱加实时监测。太阳粒子事件来了，有地方躲，但银河宇宙射线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科学家试过各种屏蔽材料，水的屏蔽效果不错，因为氢元素含量高，对高能粒子有一定减弱作用。但水太重，飞船带不了那么多。更麻烦的是，传统金属屏蔽材料碰上银河宇宙射线里的高能粒子，非但挡不住，反而会在金属内部产生2次辐射，结果适得其反。磁场屏蔽理论上可行，但工程实现的难度极高。截至目前，这依然是深空探索里最难攻克的生物医学问题之一。顺着这条线往下想，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发现。有研究者对比了阿波罗计划中执行过月球任务的宇航员和只执行过近地轨道任务的宇航员的长期健康数据，发现飞过月球的那批人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明显偏高。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和深空辐射对心血管系统的长期损伤有关。当然，阿波罗时代的样本量很小，这个结论还需要更多数据验证，但它让深空辐射的健康风险从纯理论层面变成了一个有真实数据支撑的具体担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未来人类要飞往火星，单程就要6到9个月，往返加上停留时间，宇航员累积的辐射剂量将远超目前设定的安全上限。这个问题不解决，去火星就只是一道拿健康换机会的选择题，这不是谁都愿意做的选择。深空辐射的风险还没有完美的解法，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宇航员要在月球长期驻留，甚至把月球当成飞往更远地方的跳板，有一样东西绕不开，而这场争夺战之所以偏偏盯着月球南极那一小块地方，答案就藏在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月球在科学家眼中是一颗彻底干燥的星球，上面没有水，也没有可能藏水的环境，到处是岩石和尘土。直到2009年，一件相当粗暴的事发生了。 NASA 把一个叫 Ocross 的探测器以接近每小时9000公里的速度狠狠砸向了月球南极附近的一个陨石坑，坑的名字叫卡比厄斯。这一撞扬起了几千吨尘埃和碎片。跟在后面的卫星在高处分析了这团尘埃，发现里面藏着水分子的痕迹，而且不是一点点。月球有水这个结论让整个行星科学界都吃了一惊。你可能会问，月球表面那么热，水怎么可能留得住？关键细节在这儿，那些水冰不在表面，而是藏在月球南极特定陨石坑的最深处。那些坑深得出奇，坑底永远照不到太阳，叫永久阴影区。
温度常年维持在-200°C以下，比火星表面还冷。水冰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安安静静的，可能存了几十亿年。至于这些水冰究竟是怎么来的，目前主流的解释有2种，一是彗星和小行星撞击月球时顺带带来的，这些天体本身富含水分；二是太阳风里的氢离子打到月球表面的含氧矿物上，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水分子。2种机制很可能都在起作用，几十亿年下来才积累成今天的规模。科学家估计，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里储存的水冰总量可能在数十亿吨量级。当然，这个数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更多实地探测来确认。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水，而是有多少以及能不能用。你可能觉得月球有水不算什么稀奇事，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恰恰不在水本身，而在于水意味着什么。提取月球水冰本身就是个技术难题。水冰藏在永久阴影区，那里没有阳光，温度极低，探测器要在这种环境里作业，把挖出来的冰加热，提取水分，再进行电解处理。整套流程需要大量电力，但阴影区里没有阳光可以发电，只能靠核电源或者从别处远距离输电。这是月球基地建设绕不开的现实工程挑战。尽管如此，水冰的存在依然彻底改变了整套计算。第一，饮用水。月球基地如果能就地取水，就不需要从地球运水，而从地球运货到月球，每公斤的成本高达数百万元。能省掉这笔开销，对长期驻守月球的方案意义极大。第二，氧气水分子是2个氢原子加1个氧原子，电解水就能得到氧气，宇航员就有了可以就地补充的呼吸资源。第三，也是最关键的，燃料氢气和氧气组合在一起，正好是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燃料。如果月球南极的水冰能被规模化提取出来，月球就能变成一座深空燃料补给站，飞往火星的飞船不必从地球带足全部燃料，可以先在月球加满，再继续出发。这件事直接把月球的战略价值提高了一个数量级。所以你看，谁先在月球南极建起一座能持续运转的基地，谁就优先拿到这批资源，同时在月球资源开发的规则制定上也就掌握了更多话语权。这场争夺战的核心从来就不只是技术，而是规则。为了在规则层面先站好位置， NASA 主导推动了阿尔忒弥斯协议，规定月球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支持各国在月球上划定安全操作区，支持对月球资源的合法开采和商业利用。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在上面签了字，但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加入，另行推进了自己的合作框架。同样，把月球南极列为目标区域，这不是简单的科学合作分歧，谁来主导这套规则，谁来定义哪些行为算合法开发，哪些行为算非法占用。这是一场还没有答案的博弈，而它的赢家很大程度上会由谁先落地来决定。规则的争夺背后是2条时间表在赛跑。先说中国这边，从嫦娥1号到嫦娥6号，中国的探月计划一步一步往前推，节奏稳，技术积累扎实。嫦娥6号完成了一件此前没有任何国家做过的事，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了月球背面的土壤样本。月球背面的探测难度远高于正面，因为在那里无法和地球直接通信。中国为此专门发射了中继通信卫星，解决信号问题。这条路上每一步都没有欠账。载人登月方面，中国官方公布的时间窗口是2030年前后，在此之前还有嫦娥7号和嫦娥8号2次任务，分别负责月球南极的综合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为后续建设月球科研站打基础。与此同时，中俄联合推进的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目标
是在2035年前后，在月球南极建成一座能长期运转的科研基地。这是一个比载人登月更长远的目标。再说阿尔忒弥斯这边的路线图，1号任务，2022年无人绕月验证成功。2号任务，也就是现在这次载人绕月，4名宇航员升空飞行10天，不登月，验证系统，采集数据。3号任务，计划在2号成功之后数年内执行，4名宇航员飞到月球轨道，其中2名通过 SpaceX 星舰下降到月球南极，完成人类52年来第一次重返月面。再往后是月球门户，一座绕月运行的小型空间站。欧洲空间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加拿大航天局都参与其中。定位不是像国际空间站那样常年有人驻守，而是作为进出月球的中转站。宇航员在里面停留的时间以天或周计，不是以年计。你注意到没有，两边选的落点都是月球南极，这不是巧合。那阿尔忒弥斯为什么现在才推进？美国不是早就有技术了吗？你可能不知道，阿尔忒弥斯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尝试重返月球。在他之前，小布什时代有个叫星座计划的项目，目标同样是载人重返月球，建月球基地。这个计划推进了好几年，花掉了约90亿美元，然后在2010年被奥巴马政府叫停，理由是成本失控，进度严重滞后，继续推下去不划算，90亿美元花出去了，计划取消了，什么都没留下来。星座计划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设计思路太保守，基本上就是把阿波罗的方案原样放大，用成熟的旧技术堆出一个更大的系统，没有引入足够的创新路径，钱花出去了，路却没走出新的方向。这个教训后来深刻影响了阿尔忒弥斯的组建方式，比如引入 SpaceX 这样的商业公司，通过竞标参与核心环节，本质上是用市场竞争取代内部垄断来控制成本。阿尔忒弥斯是在这片废墟上重新建起来的，它这次能推进下去，而没有再次被叫停，除了技术和科学需求，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中国探月计划的快速推进，给美国国会持续批准拨款提供了清晰的政治理由。说得更直白一点，竞争对手的存在让这件事比较难被轻易终止。这两条路线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根本差别。美国这边 NASA 是主导方 SpaceX 这样的商业公司，以承包商身份参与，多国通过阿尔忒弥斯协议形成合作框架，强调规则先行。中国这边国家主导，双边合作为主，强调自主可控，核心技术不依赖外部。从法律层面看，这场争夺还有一道悬而未决的底线。1979年有一份叫《月球协定》的国际条约，明确禁止任何国家对月球主权提出声索，把月球定性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听着，原则很清晰，但美国、中国、俄罗斯这3个航天大国都没有签署这份协定。阿尔忒弥斯协议和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各自代表了一套对月球资源该怎么用的理解，但这2套框架之间没有共同的仲裁机制。如果将来两边在月球南极的利益真的发生碰撞，谁来裁判？怎么裁判？今天没有答案，但两边想去的是同一个地方，要争的是同一批资源。这场竞争才刚刚开始，胜负还没有写定，就在两边都在备战的当下，阿尔忒弥斯的下一步棋已经落了，就是现在。这次任务绕月球1圈10天，听起来不复杂，但你有没有想过，这10天里4个人实际上在做什么？先说猎户座飞船的系统验证，阿尔忒弥斯1号里没有人，很多系统是在被动状态下运行的，没有人在里面操作，也没有真实的生理信号可以监测。这一次4个人在里面，生命支持系统
要在真实的载人状态下接受检验，食物供给、水循环、空气处理、温度调节，每一个环节都要在深空里实际跑一遍。他们同时还要演练各种应急程序，模拟发动机故障，模拟通信中断，模拟突发身体状况，把预案从纸面变成能真正操作的流程。然后是通信，飞船距离地球约38万公里时，信号往返的延迟约 1.3 秒。你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但你想想，如果地面要给飞船发指令，宇航员要跟地面协调紧急操作，这 1.3 秒在关键时刻就是真实的障碍。高速数据传输能力、天地之间的信道稳定性都需要在这次飞行中得到实际检验。但这段通信经历里有一个你大概没想到的时刻，飞船绕到月球背面时，月球本体会完全挡住飞船和地球之间的无线电信号，没有任何技术能穿透一整颗星球，信号就这么断了。地球上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们也联系不上地球，完全的静默。这段沉默大约会持续数十分钟，4个人悬在宇宙里。最近的人类在38万公里之外，地面的任何指令都发不过来，地面的任何人也都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只能等着信号重新出现。当年阿波罗的宇航员描述过这个时刻，说那是整个任务里最难熬的那几十分钟，不是因为有什么危险，而是因为一种彻底的孤独，隔着一整颗星球和地球断了联系。那种感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类比。这种孤独是物理性的，跟通信技术无关，跟飞船性能无关，是宇宙的距离本身造成的。最后要说的是宇航员的生理数据采集、辐射剂量的个体差异、深空环境里的睡眠质量变化、认知功能在长时间飞行中的表现。这些数据会被持续记录、分析之后直接用于阿尔忒弥斯3号的任务规划，以及未来月球驻留的健康保障方案。宇航员在深空里的心理状态同样是这次任务观测的重点之一。距离地球40万公里，通话有延迟，窗外是漫无边际的黑暗，和地球的联系感非常稀薄。这种环境下，人的焦虑水平、睡眠质量、工作专注度会怎么变化？今天没有足够的真实数据可以参考，这次飞行提供的就是最直接的参照。阿尔忒弥斯3号那次任务里，有2名宇航员要在月面停留数天，这套心理评估数据到时候同样会派上用场。阿尔忒弥斯3号的任务里还有一个关键动作，就是猎户座飞船要在月球轨道上和 SpaceX 星舰完成对接，然后把宇航员转移过去。这个操作从来没有在月球轨道上真实演练过，所有程序目前都只在模拟器里跑过。2号任务采集到的轨道操控数据和系统响应数据是3号任务规划时最需要的参考素材。这次飞行4个人同时是驾驶员，是操作员，是测试员，也是实验本身。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飞行经验，还有未来去月球的人能不能平安回来的答案。月球上什么都没有，没有空气，没有液态水，温度从白天的零上120摄氏度到夜晚的零下180摄氏度，剧烈波动。地面覆盖的是几十亿年撞击积累下来的尘土，寸草不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类愿意花几千亿冒着辐射的风险，把4个人塞进一艘飞船，送到这样一个地方？水冰、燃料、战略位置、规则、话语权，这些答案前面都聊过了，每一条都站得住脚。但你仔细想想，这些理由加在一起也很难完整解释人类为什么非要做这件事。地球上还有大量没开发的矿床，深海里有几乎没人触碰过的资源，为什么非要跑到38万公里外去取一桶水？科学的答案是另一层逻辑。月球是太阳系早期历史的活化石，地球有板块运动，
有风化侵蚀，有生物活动，地质记录早就被覆盖和改写了，你很难在地球上找到40亿年前的完整档案。但月球不同，它没有大气层，没有板块运动，几十亿年前的撞击坑就这么完整地保存在那里。研究月球的地质，相当于翻开太阳系刚形成时期的原始记录。另外，月球背面几乎没有来自地球的无线电干扰，是建造射电望远镜的理想位置。从那里观测宇宙信噪比远超任何地面或近地轨道的设施。但这2个答案可能都还没触到最深处。1970年，一位来自赞比亚的修女写信给 NASA， 语气很尖锐，大意是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在挨饿，为什么要把钱花在太空上？ NASA 的科学家恩斯特·施图林格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广泛引用，核心意思是探索本身会创造出你无法预料的新可能。历史上每一次对未知的投入，最终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回到了人类身上。他举了阿波罗计划的副产品，现代心脏除颤器里用到的技术，手机摄像头里图像传感器的前身，以及各种隔热和保温材料。这些东西当初没有人计划要发明它们，是探索本身带出来的。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绕不开，争夺战既然已经开始，那现在的局面到底怎么样？谁占上风？两边盯的是同一个落点，月球南极时间表也压在同一个窗口里。阿尔忒弥斯这边2号任务成功之后，要推进3号登月，核心变量是 SpaceX 的星舰能不能按时就位。中国这边嫦娥7号和8号要先完成南极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载人任务的目标窗口是2030年前后，两边都在赶，两边都有自己的不确定性。月球上没有裁判，2套规则框架之间没有共同的仲裁机制，谁先落地谁就在那块地方说了算。这件事不是靠投票决定的，是靠谁先到决定的。这场竞赛刚进入关键阶段，谁赢还真不好说。你觉得最终会是什么结局？美国先落地，中国抢先一步，还是两边都走到一半撞在一起？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好，这期就到这儿。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咱们下期见。